这个行动不便、需要煎尿袋来生活的大叔，却在新浪微公益平台坚持每日捐助，至今累计捐助了14000元，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，成为无地县首例捐献者。他的公益奖状更是多得数不胜数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个大叔，却被公益群中认识了9年的好友骗走了450元。2025年8月，我们的螃蟹反诈收到了一个粉丝艾特的诈骗求助。一个先天性脊柱裂的博主，在今年4月份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表示自己的洗衣机坏了。一位在公益群认识了9年的好友联系到他，表示自己是空调店的内部人员，可以帮忙在平台内购一台某品牌洗衣机，原价1000元的洗衣机只需要450元。或许是出于对9年好友的信任，亦或是因为这个好友相识于一个公益群，吴老师也是没有防备的，直接将钱打了过去。结果这个所谓的好友在收钱后当天就失联了。吴老师来了。看到了，来了，说的就是我们今天来呢，就是有2个目的，一个呢就是说跟你说一下你的这个故事。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案件呢，也给了我们很多资料，但这个片子呢确实信息比较少，说可能在这个资料外，可能说还有哪些细节我们可以了解这2点。因为我没有上过一些学校，所以说对于这个互联网对于我来说，当时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事物。然后我就在那个网络上接触了很多和我得一样病的人啊。然后呢，我发现他们呢跟我一样渴望学习电脑知识。然后呢，我就把我所会的一些电脑知识教给他们。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就接触了一些做公益的朋友，慢慢的也是听他们讲公益如何去帮助别人，慢慢了解以后开始做。我是第一笔捐款应该是在2011年，北方的一个病友，他和我得的是一个病，但是他比较轻。当时呢，他是需要做那个截肢手术，然后再安义肢，给他捐了100块钱。没想到从那开始就一直坚持到现在。这个证书是腾讯公益的，腾讯军装，这个是捐的，当时捐了1000多，这个也对，这个也是。后面还有吴老师，这是我当时是用了那个2个那个微信捐的，是有2个，对，这2个加一起是2个就是腾讯的这个外发的一个。对。吴老师虽然身体有缺陷，内心的力量却远比想象中更强大。他和年轻人一样，也有着自己喜欢的球星。然而，谈到这个在公益群认识了9年的骗子，脸上却露出了少许落寞的神色。然后我为什么被骗了？第一是自己贪心，自己想买个便宜的洗衣机，这个很正常，对，这个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加了好几年好友，虽然总共没聊过几次，不至于为了450块钱。我觉得这样，因为你一直做公益，那你潜意识里肯定是做公益的朋友肯定是好人啊，对，会有这种就是就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嘛，会有这种感觉，对。然后10天内都没发过信息，对吧？对呀，好几天没发信息，然后发信息没发，他知道他现在他都没删我。如果是他真的遇到困难，说一下，我这不怕450块钱我拿着出来，我觉得我可以在。就是你当你是做慈善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是不能这么交换，对，这个是不能这么交换的。是的。就还是那句话，如果心里还有点善良的人就被骗了，让他们寒了心了，那谁下去去做？谁还有人谁站出来做好事？是的，吴老师刚说到这个，我们再绕回来说这个轨迹啊，他在这个朋友圈。最近有没有标录过什么地址？而此行我们的目的便是线下找到嫌疑人，完成吴老师的心愿，为他讨一个说法。那之后我们便和吴老师签了授权委托书，而这也代表这起诈骗案由我们螃蟹反诈正式接手了。拜拜，吴老师。上高速前往深圳。一颠一走一走。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一凌晨2点半，我们已经到达深圳。然后呢，据我们掌握的骗子信息，他在深圳有一个公司在，然后也有相应的一个具体位置，所以明天小组会前往，然后直接前往骗子地点，直接去摸索一下。公司地址距离37公里。写着呢，
现在我们到达协议人另外一个公司的注册地。我们这只有2个，所以这只有2家公司对吧？好，谢谢姐。离开嫌疑人新公司地址，前往下一个。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些疑惑，名下这么多公司的老板，居然会为了仅仅450元去欺骗一个残疾人吗？然而这些公司又都是非营业状态的，所以到底是骗子狡猾给的都是空壳公司地址，还是真的另有隐情？我们先按下不表啊，之后我们便很快到了第4个，也是最后一个公司地址。就这儿。是这吗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骗子是以有内购渠道为借口骗取的受害者的信任，而这第4个公司地址正好是一个卖品牌空调的店面。其实到这儿啊，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来，骗子的反侦查意识非常强啊。之前我们的外地手机号码也是根本打不进去的，在我们意识到骗子很大可能就在当地后，我们也是立马去营业厅办了当地的电话卡，并尝试以快递员的身份和骗子进行了见面。嫌疑人一开始啊是拒收的，但是看到我们拍的开箱视频后，发现是一个电脑，才松了口把地址发了过来。现在嫌疑人呢，他发了个消息过来，他已经到刚才那个住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先这个。王先生，我过来呢也没什么事，我跟你说一下情况吧。我是那个螃蟹公益反诈的，公益反诈协会的。干嘛嘛？我找你呢，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。您之前，你想一下，你近期有没有人家拿过钱？没有啊。吴老师你认识吗？吴老师。不认识。吴石磊。认识。认识是吧？对。知道什么情况了吧？知道。知道了。什么情况？你跟我说一下呗。当时他给我，当时。您说一下嘛，没事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，我也不想让你在这个里面，我们找个地方聊一下，好吧？就让我过来了，我肯定要把这事情为什么呢？好吧？没事。我本身是看到他残疾，对，我才会说那么便宜的，把冰箱什么的卖给他，洗衣机吧？对，洗衣机。您后面是我因为是被派出所抓了。被派出所抓去了，对，拘留了应该也是30几天，5月份左右出来的。那之前那个微信你在用吗？是有在用，但是没办法回复因为可能是被他们举报了，没办法回复东西什么之类的。那我加您微信你也能回复？不是那一个，是我给吴老师的是另外一个1866啊，对吧？是吧？那个微信能回复的，拿你的手机出来。你看，当时你加的是找工作的那一个。对，那能回复的呀，对吧？如果你说现在不能回复，那我现在就要掏这个手机给你看了。就这个微信吧。对，就这个微信啊。那你有在用的呀？不是，那你们现在要怎么处理吧？之后我们便让吴老师和嫌疑人打了个电话。哎，吴老师。你好。你好，对不起啊。你稍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啊，我这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，你为什么洗衣机不给我发，钱不退给我？当时我是有一点状态，就被派出所给干嘛了，拘留了，所以就没办法，当时是没办法是给你回信息，然后后面了就。其他，因为我本身是手术的原因，也给忘了回复你信息，加上心态不太好。你觉得我信吗？3-4个月，然后你收了400多块钱，然后你3-4个月之后你把这个事给忘了？没有，是本身我也是手术的状态给忘了。那你手术，你最起码给我发个消息啊，你就是说，我这个钱我转不了了，然后这洗衣机发不了货，算我先借你的，都可以。的确不好。你连发这个消息的时间都没有吗？
没有，是有，但是都说了给忘了，的确对不起了，吴老师。总结一下，嫌疑人收了吴老师的钱后因为合伙人退股，被举报挪用公款当天就直接被羁押了1个月，又因为去年车祸导致一只眼接近失明，一只耳接近失聪，忙着做手术忘了这笔钱，他甚至拿出了深圳警方的取保候审证明，手机里还存着派出所的通知短信，同时也一直嘟囔着，本身也受过别人帮助过的，我本身也是一心想说帮他这样子，我看到他这样了，我才是说一心想帮他这样子。是真是假我们也不好判断。之后我们便一起到了派出所，但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阿 Sir 在这边给这个案子定的是经济纠纷。警方这边是初步判断的这个案子呢，是它不构成一个诈骗案，相当于他之前确实是从事的就是在干够，他是确实是的一个工作人员，当天把你的钱收之后呢，确实是因为其他事情呢就被这边的警方给抓去拘留了，所以说等他出来之后呢，他也被这个公司给开除了。他出来之后呢，他就是说也忘记把你这个事情给搞忘记了，所以说警方这边是定性他是属于一个经济纠纷，然后警方这边是要求现在这个人给您道歉，到时候把这个钱退回来。吴老师，对不起，我的过错导致你的心里不愉快，我郑重的给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够原谅，谢谢。拍摄完道歉视频后就是退赃环节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一个开了几家公司的老板，连450元的赃款都凑不出来，需要蹲在自己的车旁给朋友一个个打电话取钱，也是十分让人唏嘘了。案件的最后呢，吴老师也给我们送上了锦旗，而这一期案件到这也就结束了。可能到这里有老观众就会说，哎呀，怎么没给这个满嘴谎话的嫌疑人送进去螃蟹不行了。但是其实单单这个案子我们在局子里就为了立案争取了几个小时，公益反诈的证据基本全都由受害者提供，很多时候呢证据也不齐全，再加上诈骗的定义可大可小，不同省份的立案标准又各不相同，这就导致反诈的结果往往可能不尽如人意。所以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利用我们线下找人的经验，给受骗的网友提供帮助，同时做出视频警醒观众，揭露网络上层出不穷的骗局，而这也正是我们开展公益反诈的初心。